好像老领导。你好，郭振涛。2025年8月是你来到偏爱岛的第一天，一不小心，你成为全场最沉默的岛民。你交流的人数比不上你喝水的次数。战术性喝水。这一天，你的偏爱迷茫，无处安放。偏爱之旅来到第2天，古灵精怪的他迅速拉近了你们的距离。是吗，郭振涛？烦死了，别叫我了。郭振涛。红月升起，海风轻拂，你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约会。说了我是 NPC， 你不信？一不小心，手机里定格的照片，见证了你最初的心动。偏爱之旅第6天，你说话的频率开始赶超你喝水的速度。第8天的恋爱修炼班上，亲亲贴贴，邪魅一笑，金句频出。贴，与他斗嘴互怼，成为了你的偏爱岛日常。找到自己的吧，就是找个相似人嘛。我爸也非常研究这个。谁是我老板啊？行，下午不赢，谁也别吃饭，我也不玩了。一不小心，涛哥暴露了自己也是个幼稚的男孩。你始终如一，偏爱之月里，你一共all in了7次。同样 all in 的还有你为数不多的生存值。爱情和面包对你似乎从来都不是难题，然而你那个无声胜有声的夜晚，你下雨。你坐立不安，上蹿下跳，在意的如此明显。哎呀，戴了个小帽子。那一刻，你到底是真的口渴，还是难以按耐的心慌？你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诉说偏爱。是清晨地上的感冒铃，给你整点好，是深夜泡好的红糖水，很烫。是贴心送到床边的午餐，是为了选他想吃的放下那瓶最喜欢的牛奶。你好，秋桐。你说偏爱是组队打游戏，一起通关成为更厉害的玩家。那偏爱岛的这个人生副本，你找到你的专属游戏搭子了吗？第1天的你显然没有，因为别人都在聊爱情，你单开了一局生存游戏。第2天的你致力成为偏爱岛上的 NPC， 但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有人早将你视为这场游戏中最闪耀的主角。第3天的你又开始沉迷竞技场，是的，是的，眼里只有输赢，没有爱情。奇妙的是，球场失意之际，情场却悄然得意。你迎来了偏爱岛上的第1次约会，手机快门轻响的瞬间，镜头前笨拙的摆弄，是比誓言更诚实的浪漫。你好像终于开启了双人模式，走上了爱情这条主线。可是组队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草率的事情，他一次又一次的送装备、感冒药、红糖水、小纸条，你习惯性的观察，却很少给出回应。第8天的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谈，无人知晓的心意才终于揭晓。原来印满单词的卷纸和一起堆过的沙雕是你古灵精怪的游戏邀请函，原来那些看似幼稚的斗嘴是你心房层层松动的信号，原来那些没有回应的时刻是你早已默许对方开启跟随的模式，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结局，而是这明明可以单机通关的人生，你却选择与一人绑定双人存档。我就发现大家真的就像月光一样，一天接着一天在温暖着我。就是海浪潮汐从来没有停止，它每一次都拍打在我有一些受伤的内心上。我真的心动了。那首先呢，我想说，当下不是表白，而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此刻的一些感受。所以说，希望你不要有任何负担和压力。
首先呢，我想先回顾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那第一次心动呢，是从第2天你疯狂叫我名字开始。对不起，我要罚抄你的名字100遍。在沙滩上写吧。行。我想这个女生有点意思，有点莫名其妙，有点神经大条。那么第2次呢，就是第3天约会，拍照的时候呢，又莫名其妙的开始跳舞，然后就又一次吸引了我。自此以后，我俩的相处模式可能就是你怼我，然后我暗爽。哈。那么最近一次心动呢，可能就是说昨天出岛约会。昨天我看到了童真的你，可爱的你，还有真诚的你。这些天的点点滴滴都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了。那么今天就回忆到这儿。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岛上的最后一天，我希望是我们的第1天，我们来日方长。那么为什么没有拿东西？因为拿东西代表着要在一起嘛。因为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也不想给你太大压力。那我要不要给你看一下我写的？但是我其实是想让你来读的。早说呀，早说咱换着读啊。Dear 涛，很高兴认识你。本身想亲口诉说，但看到今天下午在面对文字时控制不住情绪的你，我便再次心生邪念，高低要挑战一下你的泪点，我真服了。看看能不能把黑皮猛男外壳里的那个嘤嘤罐再次召唤。爱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在这个岛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或许是那个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因为内疚而反复念叨的下午。或许是那个我不经意间穿着077的球衣吃饭闲聊的夜晚，让你在这个没有通讯设备、不知客观因素的小岛注意到了我。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那个我昏睡的黄昏，你发来了拼好饭邀约。在阴冷的下雨天，你送来了感冒铃。在我另外一个昏睡的中午，帮我打包了午饭，来了个 room service。这些关心我都看在眼里，谢谢了。在这些举动中，我感受到了你是个贴心大男孩，或许是不善言辞，但行为温暖。这些温暖的瞬间堆积起来，让我感受到你是个好人，好人，好人法。好人。但真正触动我的瞬间是昨天我们在岛外玩耍无意闲聊时你说的那句话。我问你为什么不常出门和兄弟们小酌，你说当时和前女友谈异地恋，因为喝酒的场合中难免会有别的异性，所以索性就不去了。在那个瞬间，我内心是非常的复杂，有感动，有不好的回忆被勾起，甚至还有一丝妒忌。在我以往的感情中，总是被警醒要宽容和理解，不要作。我对待感情的底线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降低了。而在那一刻，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被遮蔽的自我，看见了那个曾经相信爱情、对感情充满期待的小女孩。我的心已是旷野的鸟，但在那一刻兜兜转转飞回了曾经熟悉的一片天空。谢谢涛，今天是岛上的最后一天，在这里正式的告别吧，正式的告别吧。哦，好吧。再见岛上内敛涛，再见岛上看似大大咧咧但内心有些小脆弱的涛，再见这段特别的回忆。出了岛咱就各奔东西吧。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掉下鳄鱼的眼泪？哈哈哈。很高兴认识你，我是秋龙，希望出岛后有时间再和你拼好饭。后面那段开玩笑看出来了吗？没看出来，差点哭了呢。差点哭了。然后呢，看见拼好饭又开心了。还行吧。还行吗？常联系。那困呢？睡觉吧，回去。午觉吧。困成筛子了，我现在秒睡。你让我站在这里1秒钟，我有点跟别睡。表演一个，又跟昨天一样。你偷偷拍我，暗恋我2年了，20年了，说错了。你挺熟门熟路啊，你就来我房间了。这有啥不可以的？
变化的原因，可能一个是对他的好感有增加，另一个是感觉他也没有很反感我往他那儿跑吧。我觉得我也该勇敢起来，毕竟这种经历或者是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躺着吧，睡觉吧。呀呀呀呀呀呀！东北我只去过哈尔滨。来大连吧。可以呀，可以呀。大连是我也一直很想去的。那你要不要这个？什么东西？我的倒是多一个，我有2个。为什么？因为我的之前掉了，找不到了，后来被人找到了。那你送我一个吧。送你一个。行吗？我看看。太可爱了，这个有一点。我看看。感觉你真人比照片好看，说实话。是吗？好吧。送你了，小海星。又送我了？送我这么多东西？反正都是破烂儿。好，就拿吧，你拿一个不支撑。4号房全体出动。你好，孙硕。2025年8月9日，是你们的人生产生交集的时刻，也在这一天，孙硕这个名字率先响彻在竞技场。竞技场中胜利的号角由你打响，也由你收尾。在爱情里，你说要慢慢来，一切都是刚刚好。直到有天你发现，你的偏爱不知如何安放。我感觉今天比昨天还要迷茫。我从第1天开始迷茫，到现在第4天了，我还在迷茫。面对迷茫和焦虑，你也努力地在偏爱岛上找到属于孙 MC 的定位。据不完全统计，你曾开办过不少于5次偏爱岛观察室，时刻关注不少于3对 CP 的进展。在那些磕到了的瞬间，你是不是对爱有了更多的认识？可以啊。虽然你的偏爱还没有归宿，但相信偏爱之旅让你不仅收获了友谊，也见证了偏爱岛上的爱情。孙硕，恭喜你荣获偏爱岛观察新称号，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中能一直被好运偏爱。你好，姚千羽。2025年8月9日是你来偏爱岛的第1天，在第1次偏爱竞技场中，你用智慧与勇气赢得了首次约会邀约权。那晚沙滩上的10圈漫步是月光倾听心事的痕迹。你习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之前，却最终站在了告别的风口。姚千羽，你将结束偏爱岛的冒险。反正我们江湖再见，一辈子好朋友。张和云，你这个海浪声，我现在心情非常的平静。当自我怀疑蔓延时，公告牌上最后一次机会击中了你，清澈的眼神和带着酒窝的笑容，早已深深刻进岛民们的内心，成为你反岛的助力。你成为了4号房间的常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游戏，最后你们结成了恋爱观察员联盟。你也为了能和他一起出岛约会而拼尽全力，但这一次你明白，人生不总是事事圆满，努力尝试后便不留遗憾。故事临近尾声，但每一次终点亦是新的起点。姚千羽，恭喜你荣获偏爱岛初星称号，正如你永不褪色的初心和随时启程的能力。太会写了，就是能够遇到每一个人，
每个人身上我都渐渐的发现有他们特别不一样的闪光点。然后我想说，不要为自己留任何遗憾，如果想做什么事情就勇敢的去做。地球是圆的，有缘分的人永远都会相遇。